佛手瓜不结瓜的视频发布后，线上线下很多人提问，我归纳整理了一下，今天就来回答佛手瓜种植的问题。这期主要与播种有关，我的答案也许和你的认知不同，那一定是你对。植物生长在不同的环境，其表现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。我的经验和知识仅供你参考。第一个问题，种子从哪里来？佛手瓜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种子，只能用成熟的瓜，我们叫它种瓜来种。来源有两个，一个是从朋友熟人的分享得来，最好呢是当地收获季快结束的时候收的种瓜，这样尽可能让它的发芽时间更靠近春天。一般我们吃的佛手瓜要趁嫩的时候摘的，大概就是做果后2周左右就可以摘了。但种瓜呢，就最好让它长得老一些。我判断老嫩的方法是在根部的位置用指甲轻轻刺一下，像这样轻松就刺破了，那用来吃刚好。如果做种瓜还得要再长2个星期左右，万一需要保存久一点才能种，最好是这里的小舌头刚刚露头但还没有出芽的瓜比较好。第二种得到种瓜的办法，就是在华人超市买比较老的瓜回来试试看能不能发芽，这个可能要碰运气。听一个网友说，他在商店里买到了已经发芽的佛手瓜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还比较嫩的瓜。那么得到了种瓜后该如何保存呢？佛手瓜没有休眠期，只要没有经过抑制发芽的处理，温度又合适的话，采摘后很可能很快就发芽了。像我这棵不过是2个星期前摘的，根本没注意就发芽了。所以你得到种瓜后，特别是对比较冷的地方的朋友，就需要放在5度左右干燥阴凉的地方，存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种。不过对于像我所在的9区左右几乎没有霜冻的朋友，就不需要这么当心了，我们基本可以让它们顺其自然发芽。我这个10月初就发芽确实是太早了。发芽就意味着该种土里了，不过发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季节，比如那个网友是初秋时在商店买到的，就来问我可不可以种。一般我们是在春天种佛手瓜，这样当年就可以收获。但如果你同那位网友一样，住在佛手瓜可以安全过冬的8区以上，我觉得就可以种，只是当年不太有希望收获果实，但会为下一年的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所以这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，佛手瓜是否多年生植物？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非常依赖于你所在的耐寒区。今天我已经提了不止一次几区如何了，如果你还不了解什么是耐寒区，请点击右上角或最后的链接查看我的相关视频内容。这是对全世界都适用的一个划分，我们做种植的都该了解。根据资料，8区以上的佛手瓜是可以过冬的，但在比较冷一点的地方就必须每年春天再种了。我也看到有些临界区像7B的，如果给佛手瓜一些保护，赶上暖冬也许也可以过冬。比如有人在腊秧后把根部周围堆上3尺厚的树叶，也安全过冬了。如果有朋友愿意尝试，请给我一个反馈。好啦，种瓜有了，该如何催芽育苗呢？一般室温在20度左右的时候是很容易发芽的。像我所在的9区，即使放在车库，12月、1月就发芽的老佛手瓜比比皆是。如果你的地方比较冷，那可以在最后一个霜冻日 Last Frost Day 之前1-2个月就在室内育苗，让佛手瓜这样平躺着就可以，立起来呢更好一些。最初的枝条会向上长得直一些，看看这个头部的地方，将来就是从这里发芽发根长枝蔓的。我看到也有人放在水里催芽，以我的经验并不需要，只要温度合适它会自然发芽。不过用水来保持湿度应该会有帮助，那么试试也没坏处。
佛手瓜一般先长枝叶，然后出根儿。当然也有根发的很多，枝叶反而少的。无论哪种情况，发芽了，其实都可以让它们入土为安了。那么何时可以移栽呢？移栽时间还得看地区。我这里9区1、2月都可以种下的。万一原来发出的枝条死了，等天气暖和了，还会长出新枝条来。但对7区以下的朋友，最好还是等到差不多霜冻日结束再移到室外。对这些朋友，还有一个节省时间的办法是，先移栽到大一点的桶里，放在室内，温度合适后再及时让它们到室外安家。说到桶，有网友问说，可否就种在大桶里？答案是最好不要。佛手瓜根可以扎很深，1到2米都是寻常。我估计我这棵长了4年的，根部木质化这样严重，这么大一坨，它的根应该不止2米。如果你种在特大桶里，可能也有收获，但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伸展余地，结果率也不会好到哪里，所以建议还是种地下吧。那么应该种在日照时间多长的地方呢？有不少信息说佛手瓜应该种在阳光好的地方，但根据我的实践，佛手瓜并不喜欢全日照大太阳。我今年实验性的在全日照的地方种了1棵，春天的时候枝叶长得还行，进入夏天就慢慢枯萎了，最终还是挂了。如果你那里夏天不热，那当然是可以给全日照的。基本上气温高过30度，佛手瓜生长就会受到抑制。如果像我住在9区，我觉得4到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就足够了，而且最好是上午的。所以挑一个你家合适的位置给它吧。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，想要结瓜很多，就得让佛手瓜长得非常大，而且前期几个月都是只长枝叶不结果的。比如我这里10月左右才会结瓜，所以你可能要想一想，是否要让它占据那么大地盘。像我能给它的空间，就只是篱笆墙边了。终于都规划好了，可以种了，那应该挖多大坑来买种瓜呢？有很多建议说，坑一定要大，最好80公分深，1米到1.5米的直径，然后加上足够的底肥和疏松的土。我同意这样做，一定会为佛手瓜的后期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，让根系有足够的空间伸展。但这么大的坑挖起来也着实不易。4年前我自己种的时候是非常漫不经心的，那时候也不懂什么上底肥之类的，确实只刨了个不到20厘米的坑，把瓜埋进去就完事儿了。大家也可以看出，这大概1尺多见方的小地儿，又靠近栅栏，旁边还是水泥地，我就是有心想挖坑也没办法挖。这个角落从没种过东西，后来能长得这样好，完全是老天赏菜吃。所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尽力而为吧。不过底肥还是尽量要足的，鸡牛羊粪 compost 和自家土按1:1的比例就应该很好。如果你愿意再加一些其他的有机质或缓释肥就更好了。土壤准备好了，气候条件也合适，那么无论根长没长出来都可以种了。种很简单，就这样放平或者斜插着，不用担心这个新枝条是斜着的，它会慢慢自己矫正。最主要的是出根的这个部分要埋上土，半个瓜可以露出来，也可以都埋进去，对我都没差别。说实话，我种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平放，就这样直立着，它也可以。但对我适用的，对你可能不一定适用，所以最好还是按规矩来。对了，最好种之前把土壤都浇透了水，这样埋种瓜时就可以不浇水了。而且整个幼苗期浇水不要过多，否则会烂根。保持稍微湿润就行，同时也不需要施肥，现有土壤的营养就足够了。等到它慢慢长到了40-50厘米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生长期的养护。
讲了这么多，幼苗生长才刚刚开始，而生长期的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整枝、搭架、采摘甚至拉秧等等其他问题，只能放在下一集了，我争取尽快做出来。佛手瓜高产、美味、营养，也算好养，家家都值得拥有一颗。希望这些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